嗨，各位，又是一个中午，所以我们又回家来准备做午饭了。OK，又是我们熟悉的打蛋环节。今天我多打了一个蛋，因为我感觉我有点快忍耐不住了，我真的很想点外卖、点炸鸡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多打一个吧。上午感觉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上午去自习室的时候还睡了半个小时吧，太困了，背了1个小时单词，然后我就非常困，然后我就睡了半个小时，差不多半个小时吧，20多分钟可能，反正很困。然后上午也看了一些别的同学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到了，然后也稍微看了一些，感觉还是挺羡慕的。希望今年我能在其中吧。这个人的信心真的是很奇怪，有的时候你就一点信心都没有，有的时候你就信心爆棚。上午的时候看了一些之后，又觉得自己信心爆棚，做题，然后又没啥信心了，可能。今天做证明题真是要给我做吐了，真是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就学吧，主要是我不能一直想。其实我想一直想，但是你一直想也要花时间嘛。你最终的目的不是说你独立把它想出来，而是你最终的目的是在考场能把它做出来。所以你可以学嘛，你现在可以学，你做不出来你就可以学。你可能花1个小时你能想出来一道，可能吧，我夸张嘛。因为一般你20分钟你要能想出来就想出来，想不出来就想不出来了。假如说你花1个小时想出来1道，然后呢也可以花1个小时学会3道甚至5道，是吧？我说前者可能更有启发，但是后者你学会了，遇到同类型的你也会了呀，反正都很难说吧。然后包括有一个秘密哥推广一下那个邂逅遗憾哥的一个视频，说为什么大家都是同样的学习路径，同样的学习材料，然后最后学的效果不一样。我还没看，我没怎么看。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就是用心程度吧。用心程度这种词太高深了，它太美好了。那如果可以的话，谁都想就是尽量完全的去做好一件事嘛，刷好一套题，做好一套卷子。但有的时候你抱着这种完美的想法出发，你就很难进行下去。反正也很难说，心流吧可能。我感觉啊，我现在是以1个小时为那个啥，现在有点短了。1个小时的这种学习时间太短了，就是1个小时我就歇一会儿，1个小时就歇一会儿，感觉有点短，感觉得3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这样的。因为你如果想进入一种小心流，我感觉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1个小时有点短了，至少得2个小时。但是上午其实也就4、5个小时，你如果用3个小时先来一段，剩下也就有点散了。下午也差不多，下午也就5个小时，来这么一段。哎呀，不知道，应该好了吧？这样 ，OK， 我们把这个锅放上来。先开一下这个煤气，然后来打火。OK， 打着了。我们来倒一点油，
少倒一点吧。我感觉我妈好像往这里面加了一点油，应该可以了。没有油又感觉不太好吃吧，吃太多油也应该也不太好。毕竟你也想减肥这个。今天早上称是105.8，啊不105.15，昨天是105.8，但昨天也是在跳动的嘛，105.15。目前感觉还是能再缓慢的减，可能我每天骑车也算锻炼了，每天骑车也有锻炼吧。OK， 反正还是要减肥，要瘦下来，身体状况能好一点。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至少跑1个小时的步了，应该是没有时间了。3个小时可能还能行。每天都很多事儿啊，而且时间稍纵即逝，真的是稍纵即逝。就你感觉每天也没干多少时间，然后上午过去了，没干多少时间是下午过去了，就过得太快了。稍微开大一点吧，就过得太快了。我们再开一下这个排风啊，就过得太快了，很舍不得呀。想象总是美好的，说跑步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复习复习？想象总是美好的，跑步的时候很累，复习的难度成倍上升。你能在散步的时候复习都很好了，散步的时候复习就很难了，难度成倍上升。我感觉我得看一看那个邂逅遗憾发的那个视频，说为什么大家都是同样的材料，有的人学得更好，稍微看一看。有的时候可能是焦虑，天生一些焦虑，有的时候也可能能学到一些东西吧。火有点大了，开小一点。差不多了，我们把饭添一下。添一些饭。上午的时候感觉很热，很饿，希望我不会添的太多了。火好像还是有点大的。看到那个米饭上来就有点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学好很难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平凡还是不平凡，自命不凡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平凡，因为我也会觉得累，但是那些学得很好的人，他也会觉得累，所以我也搞不懂，至少没那么容易搞懂吧。我们把菜添一下吧。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午我妈给我留着都是青菜和白菜卷心菜，我感觉有点淡了。其实我想去买几根香肠的，我没买，我不知道。我希望我做的是对的。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搜来着，我好像是肯德基的黄金射击机。开大一点吧。之前是什么能让米饭变色呢？之前也是加的菜，难道说是土豆吗？土豆让米饭变了点色。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好黑白，难道这样就是爱？好想你陪在我身边，命中注定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也护你。嘿嘿，为什么我同学不找我出去玩啊？那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玩了。明明说好周三出来玩的。然后之后想 YouTube 和 B 站再开一个号，上传那个打联盟的海斗的视频，应该也能挣到钱吧？我看，反正他们做也经常有人能接到广告，应该能挣到钱吧？包括像那个困困君，他每期都有广告，他肯定也能挣到钱的。毕竟我如果考上研究生，我觉得我应该还是稍微会喜欢打联盟的。稍微会喜欢吧，然后你就玩的时候就稍微录一录呗，得剪，不剪真没人看了，得剪。然后得保持一个频率吧，我感觉 YouTube 挺看频率的。之前有人说过嘛，你的频率很重要，你得规律的上传10个视频，比如说每周1更，上传10个视频，让 YouTube 相信你是一个好的创作者，他可能才会给你推一些流量。如果你今天更一下，然后半个月再更一下， YouTube 可能不会相信你是一个好的创作者，他就可能不会给你很多流量了。OK， 我们把煤气关了，然后把这个关了，稍微再炒一下。我真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挣到很多钱啊！我真希望我能挣到很多钱。我刚才看到这个鸡蛋，我就想到那个 PDD， 他说他以前的时候吃泡面想加1个蛋还是加2个蛋。PDD 现在很有钱了，他赶上了电竞选手加直播最挣钱的那个时候。我想要天天说，我是不可能做电竞选手的，我们家是不可能允许我做上电竞选手，而且我小的时候也没有接触过的。电竞选手也是很难走的路，那么多人想走，但是主播可以走一走，偷摸做一做，我也能做起来。
赚到钱就不会说什么。OK， 海风也关了，我们来洗一个来接饭的碗吧。我来把饭盛一下。洗一双筷子。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没人天天在恋爱。完了，我给我的左手洗了一下，我没有意识到，我左手本来要拿手机的。每个日子很黑白，难得这，我觉得还不赖，还不赖。鸡蛋的添加让我还是比较有食欲的。然后我们翻，我来，开一下风扇，还有点热。尿尿。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都爱你。好的，不赖，不赖。即使发现视频没人看也没关系，自己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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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胜利，好不？我感觉我现在记的笔记太少了。复习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就是因为我一个小时那么一整嘛，相当于就会可能有一些我事情一个比较集中的事情做的差不多，还剩10分钟左右。这样它背单词，那背单词不太好。我说软件嘛，不背单词背单词。我感觉得4个循环做完之后才能算记住，至少得它也是完整的，至少得10个单词背完，我觉得才比较好。每次背2、3个，而且还是那种进度不够满的，它是交替着4个进度，交替着4个进度，而且每次只能把几个单词的进度挤一挤，它不能撞满，于是你就没有办法背完。但是我写的这种小笔记挺好的，这不镜像吧？你知道就行。小笔记，那上面每一条都写的是，一个我要注重的知识点和一道小题之类的吧。这样就可以比较灵活。你有1分钟可以复习1分钟的题，你有5分钟就是复习好几道题，或者好几个知识点。我高中学生物的时候就是这么学的，就是到后面做题嘛，生物要背的东西很多，有的时候做卷子讲卷子就不会的，就忘的知识点，然后我就拿着活页纸把知识点记下来，就这么记。想法就很简单嘛，你记下来有空可以看，
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的，然后写一遍也算记一遍嘛，应该有效果吧。高中生物最后是排了多少分？84分。还是有一点点拖后腿，但毕竟我高一高二的生物真的很烂。那老师只让我们站起来读课文，你第一段，你第二段，我每节课都整得昏昏欲睡的。虽然我能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回归课本，强化课本，但那样整的真的很没意思，好容易困，好想睡觉整。还好我们后来换老师了，换了一个和善的老师，他很好，讲课也很有意思，很专业。然后我的生物成绩就慢慢提上来了，包括我自己也想很多办法嘛，就包括刚才的活页纸，想很多办法学嘛。高中生物这个学科还挺有意思，你不光得学课内的，有的时候还甚至得学点课外的。一些当年比较出名的那些科学进展、医学进展吧，怎么样的，你可能得学一下它是 RNA 啊还是 DNA， 我都不记得了。你得把那些都学会了。上午太困了，然后我就去泡茶。其实我一到我就泡了，还没等我喝上呢，我就已经背完单词我睡着了。我背单词是要默念的，或者小声念，所以我每次背单词都很累，因为你要用嘴说话都很累。1个小时啊，好累啊。反正现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努力吧，至少没有达到那种可持续性的努力的那个层面，现在比那还低一些。就是畏难情绪这种，它本身就实际上困难不大，畏难情绪让人觉得困难，给你造成了很多压力，所以像畏难情绪、焦虑这种事给人造成了不少压力了。如果是个机器人，就轻松很多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学习最好的状态就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脚踏实地。就是你也不着急，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按部就班的做，尽量做，也不用整得太累，然后也不让自己太松散，平常心，
会做的题，不会做的题，都平常心看待，就这么慢慢推下去。然后你需要的就是时间的。我去年准备考试的时候，一战的时候，也想着做 YouTube， 没发几个视频。我想的也很好，因为那时候我在学校，在北京。我想，假如说 YouTube 的那个邮件嘛，你不得申请那个邮件嘛？到时候如果你达到了要求，这种邮件有可能丢嘛。但我想我在北京，在一个大学里就很难丢。当然，考试之前拿到手，考试之后再狠狠做视频。今年也是这么想的。今年要是在考试之前真达到了，当然可能性渺茫，我还会有点困惑啊，也不吧。我可能拜托在学校读研的同学，拜托他们帮我收一收。但是我又想偷偷做，更有可能性的是，就算今年过完也才100个粉丝吧，可能100播放量这样的，100小时播放量，可能吧。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去想视频怎么才能做好，但其实我脑子里也有很多想法。如果这段时间确实能坚持做下去，等明年考完试，我应该就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更吸引人的视频。可能会考虑做一些故事视频，比如说 YouTube 上有个很火的视频叫友谊区，那个视频如何把一个人变成朋友，还是如何把在友谊区里的朋友变成你的爱人，这样的。就那个人做的视频，他很有意思，播放量很高。或者考虑做一些虽然讲故事，因为讲故事比较大众，大家都没有门槛，你做别的门槛会高一点。你有可能一边实现一种提升自己的那种目标，一边去做视频。比如说我要求自己去看什么书，然后把它讲出来，这样的讲的有意思点。再比如就拍一些段子嘛，段子不大家不都爱看，有人拍的是真的很好玩。昨天我看有个人拍的，讲自己那个搬家之前遇到了很多奇怪的邻居，神人嘛。然后这应该是第2期，他第1期那啥，等一下。
就是我应该是看到的第2期或者第几期，还有个相当于 Q 一下前情嘛。他说之前搬家，之前那家都是奇葩邻居，他现在搬家了，然后他希望那个这次搬家都是好邻居嘛。来到新家，旁边就咚咚咚传出来声，然后他就突然一个大洞就开了，他就过去看嘛，然后里面就冒出来一个人，他就问你为什么砸我家墙啊？他说姐姐，我家没有灯，我想看书，我买不起灯。然后阿不是就说那你可以找我借啊，我没说不借啊，你可以找我借啊。然后就很好笑嘛，然后接着那个他出门那个遇到了一个人继续，刚才没结束呢。然后跟那个小环说没事，你墙砸了就砸了吧，墙我自己可以补，我家那个祖传的大水缸你可别给砸了。然后咣当，那个大水缸也不知道被谁给砸了。然后就出门嘛，出门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斧子，一直问他的斧子在哪儿，斧子在哪儿。然后看到了 UP 之后，他就说是不是你偷了我的斧子？ UP 说不是。然后那人说不是你偷了我斧子然后砸大水缸。我说UP说我拿大斧子砸水缸干什么？然后那个他一说那不一直在你的手上吗？斧子确实在我手上，那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斧子借你用用不？不过呢，你用一定按时归还哦，你不归还的话，我会就是把你的名字一直记下去，巴拉巴拉的。然后那个 UP 主拿着斧子之后，心想既然人借了，那自己干点事吧，那就上山砍柴嘛。砍柴，砍着觉得有点累了，看到旁边有2个老头在下棋，然后呢，他就想过去看看。他本来想，拿着那个斧头跑到2个老头面前，不会跟人老头吓跑吧？然后呢，后面还是算了吧，还是直接过去看吧。看着就发现斧头烂掉了，斧头怎么烂掉了？然后等他回来之后，发现家里房子也塌了，房子也荒了。然后呢，有一根那个碑上还刻着他的名字嘛，写那个拿着斧子不还是那个讨厌鬼之类的嘛。然后阿福说那完了，投胎吧，希望这辈子投个好胎。投胎之后，他妈说他才2岁嘛，他妈说走，咱们去干活。然后他说干啥活？我才2岁。你爷爷说，你太爷爷说他要移山，他移不完的山让他儿子来移，他儿子移不完让他孙子来移，他孙子移不完让他玄孙来移。我就感觉很好笑。然后门槛也不高，他包括用的那几个成语，比如说用的那个司马光凿壁取光，司马光砸缸，然后还有那个斧子我没听过，那斧子他写了，他标了一下，我没太记住，好像就是丢了斧子就怀疑邻居，可能叫师傅夷邻之类的吧。然后那个看2个老头下棋是那个烂柯人嘛，烂柯人的故事。然后那个最后是愚公移山，愚公移山好像还是上一集的，他 Q 了一下，不过没看啊，感觉很好笑。就是再包括昨天看到一个叫刘润达刘中锋的一个视频，他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本来是铁西不是铁西，反正东北一个城市。铁西不是铁西，铁西是我们这区一个什么城市，讲他原来是那边名校高中，叫7中还是叫什么17中，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反正没保上研，也考研了，考研考2次失败，找工作因为考2次也没考上，大家也不要，怎么样的，反正这个环境也不好，然后就讲了一系列故事，拍视频，就打算拍视频，然后被人说，被他爸说巴拉巴拉的，你讲的很有意思，他讲故事很有意思，而且可能讲的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真情实切，我感觉这样也是个好的东西。反正确实我也有挺多想法，
不过现在没有太多机会去实践，没有太多时间去实践。我最好的暂时的命就是考上顶尖学校啊，考上北大，然后呢准备复试，开始初试嘛，初试过了，然后准备复试的时候一边复试一边做视频，然后视频报了，复试也过了，然后上学一边实习一边学习一边做视频，夸夸赚钱。第一年我就挣到30万，第二年我就挣100万，第三年我就挣1万，这样的。这是我最好的命，可能。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能做到，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不到。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到，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包括前2天想，我有的时候能不能到底做到我这辈子能不能做到一些让我一想到就会开心的事情。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如果我真就拼尽全力去做了，他会不会就真的达成了一些成就？可能不会那么好，但会不会达成一些成就？再比如，还有一件事，就是平时经常比较焦虑嘛，看一些视频啊，看一些知乎的一些文章，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就看完这个文章，我就投入全部的精力，竭尽全力去按文章所说的去做，我能不能有一些人生上的改变？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希望达成的目标，叫这个执行者，极高的执行力。有个前缀我忘记了，是叫无情的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执行力，顶级执行力啊，懂不懂？反正我现在用那个 Edmond 那个博主的一些方法，他的那个 RSIP 方法，还有这个神圣椅子方法，我都在用，我觉得挺好的。RSIP 它可以让人改正一些习惯，包括我确实改正一些习惯，我也做到很多，包括我之前上大学，有的时候经常不刷牙，我用了 RSIP 那段时间，我应该至少，就我可能假如说夸张说60天没刷牙，原来后来变成60天40天有刷牙，那中间断的是因为我进入了那种崩溃期，就是你 RSIP 系统越来越复杂，你每天要做的事儿就可能越来越多，但其实都是小事啊，都是小事，比如刷牙其实是小事，但是因为我原来不怎么刷嘛，所以刷牙对我其实是个难事，还需要消耗我一些事情。这种消耗你的事情多了，就你想改变的小事多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稍微有点累了嘛，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你的习惯，没有形成，比如说21天，还没有达到21天，一般是达到10几天，你开始进入一种比较恐慌的状态，然后你有可能 RSIP 它是一个本来像是个树一样的结构嘛，你可能从比较高的，比如说树根吧，树根那件事，因为我树根一般就是刷牙，我树根那件事就是刷牙，你可能从那件事就开始崩溃了。而 RSIP 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上面崩溃，你下面的所有的子节点全部崩溃，然后一直往下崩溃。经常有的时候就坚持了10几天之后陷入崩溃，就是有点太把人当机器人了，我觉得。然后后面他也讲了一些事情，就是你也可以设立这个缓冲期之类的，比如我设立7天之内只要不重复就是触发就是犯，那我就不算破坏这个点，我总得给自己一些机会嘛。或者说每天你想不到加新的节点，你给某一个节点加固一下，加固肯定不能加固的速度很快，比如说套1层复活甲这样感觉，你只能说套0.5层复活甲，0.25层复活甲，甚至0.1复活甲这样的，你给它加固了10次，你就相当于有1次容错的机会了，这种感觉吧。那个方法帮了我很多，
我实施的时候那时候挺开心。我感觉这个方法适合用什么呢？就是一些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你到底是违反了还是没违反的事情，比如说刷牙，但是你不能笼统的写刷牙，所以 RSIP 一般写什么？你在早上上完厕所之后10分钟之内刷牙，我是这么写的，大概是这么写的。或者说去图书馆，早上洗漱完之后10分钟之内去图书馆，你去了就是去了，没去就是没去，没去就违反了，就这样。我觉得它很难用来写一些比较抽象的，但是抽象的那种事情本身也抽象，比如说好好学习，这个事情你无法量化，你无法判断到底有没有好好学习。RSIP 一个原则就是把运动员和裁判员进行分离。你在制定你这些规则的时候，你是裁判员；你到新的一天开始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运动员。把裁判员和运动员分离，一件事情的标准很清楚，你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但如果你说好好学习这种笼统的概念，你在运动员执行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要不就算过了这种感觉。你把裁判员和运动员放在一起，这是大部分学习方法的误区。比如说那个有一种学习方法叫，就如果你怎么样，就是惩罚自己嘛，就是萝卜加大棒那种感觉，做得好奖励自己，做得不好惩罚自己。但是做的一般是什么呀？假如说你学习你学了一会儿你学得不错，你奖励自己；学得不好，你惩罚自己。你在奖励自己、惩罚自己和学之间就是很近，然后就几乎是你同一个人，你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你就会迁移，你就会心疼自己，或者是就之类的，你就会迁就自己，说其实做的也还行，没那么烂吧，你要不就不惩罚了，这样。RSIP 强调的就是你把运动员和裁判员分开，做的时候就是运动员，制定规则就是裁判员，这样。感觉今天已经说了不少了，感觉也有点累了，一会儿说完晚睡觉了，下午还得好好学呢。下午要把数据结构和沙数那些题都做完了，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能把至少它改正订正完，然后再把那个证明题那些给整完。今天把不背单词的那些复习单词都整完了，这是个好事。现在背的就是新单词了，复习的单词就没有了。就这样了，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再见。如果真有人看，下期见，拜拜。